大家好，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人在火的老车。可能说到国内的奇幻爱情剧吧，尤其是现代题材的，好看的确实也没有几个。你要说司藤好看呢，前10集的剧情确实不错，但随着导演加入的工具人和无聊的情节越来越多，就导致整部剧的水平严重下降。最后可以说水剧情他也没水明白，还把结局给拍崩了。而如果说你要再往远一点看呢，也就我的奇妙男友还能拿得出手了。但是这剧你说和来自星星的你有啥区别？无非就是把和外星人谈恋爱改成了和基因突变的人谈恋爱了。应该说在剧情的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。当然这是有的朋友就该说了，那一人之下也不错呀。对，是不错，但是它吧不是一个奇幻爱情剧，因为无论是剧版还是动画，它都是一个偏热血的剧，就有点像咱们早些年拍的那个魔幻手机，还有韩国拍的那个超异能族似的，就是剧情主要讲的也不是男女主感情线的事儿。而你要说主要是讲男女主感情线的剧呢，比较好也比较卷的大多也都是韩剧，远的呢人家有来自星星的你和主君的太阳这种经典的剧，即便是近些年人家也有德鲁纳酒店和与恶魔有约这种剧，而且大多数也都是原创剧本，不存在什么魔改原著一说。但是你要是在国内找这种既是原创剧本，设定还新，剧情还不水的剧，那简直太难了，几乎就是没有。不过这两天呢倒是有一个剧引起了我的注意，那就是由檀健次和李兰迪主演的奇幻爱情剧《滤镜》。说实话，你要看这剧的剧名吧，你还以为这剧是讲什么网络女主播的事儿呢，因为滤镜这个东西大伙都知道，只有韩剧和女主播用的比较频繁，那家伙恨不得都得在脸上打蜡抛光。但是这句滤镜的意思可不仅仅是字面意思，它更深层次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的有色眼镜，还有人内心之中的傲慢与偏见。当然说了这么多吧，咱们还是要按照老惯例来说一下此剧的歌词大意，之后咱们再来分析这剧情到底怎么样。首先故事吧非常简单，讲的就是一个从小就是体育特长生的女汉子苏程程。这不由于她相貌平平，成绩平平，所以大学毕业之后也没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，可以说求职也是四处碰壁。当然事业这边交白卷吧也就算了，谁成想她感情线这边也是一张白纸，反正就是她从小到大也没谈过什么恋爱。你想想这种女汉子的性格，谁见了谁不跑啊？应该说咱们男主唐琪就是一个，反正就是女主一想整点什么浪漫桥段，准保让她整成灾难，以至于她毕业都没追上男主。而如果你要说女主运气这么差是因为她人品不行吧，还真不是。女主可以说心地非常善良，也特别乐于助人，就有点像我之前说过的那个因为不想吃亏里的男主似的。不过咱话又说回来，她做多少好事吧也没有用，因为她该倒霉也一样倒霉。这不有一次女主这边高中的同学吧组织同学会，结果女主这边去了，不仅让人当成一个笑话看，还被她当年暗恋的男主羞辱了一番。至于男主为什么拍女主的丑照羞辱女主吧，那是因为当年他也被女主羞辱够呛。虽然说女主当年都是出于好意，但是在男主看来就是灾难，因为男主在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沉默寡言老实巴交的学霸，而如今现在男主事业有成，和几个合伙人还开了一家化妆品公司，他再回过头看女主混成这个德行，内心里充满了傲慢与偏见，就认为是女主不努力造成的。可以说这些同学的目光也是在刺激着女主，尤其是男主当着大伙的面对女主的羞辱。而女主参加完同学会之后回去这一道，她也在寻思这个问题，甚至女主在情绪这么低落的情况下，她也没忘记做好人好事。这不看人路边的老奶奶还有3束花没卖出去，她就全给包了。结果没想到这一善举给女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运气，因为这个老奶奶卖花的时候给她一个手镯，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手镯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物，反正你别管它是全息投影还是虚拟现实的技术，总之你戴上这个手镯之后，通过界面就能够改变自身的容貌和着装，就有点像海贼王里贝加庞克的那种技术似的。而他这个手镯呢还能自己系统升级，升级之后不仅可以变自己，还可以变别人，当然也可以变一些物品，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升级期间不能使用功能，还有就是遇上打雷的天气还容易现原形，当然这都是女主在后期使用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。虽然说女主平时也不愿意借助手镯的能力去骗人，但是面对别人的有色眼镜她也不得不用。本来一开始女主也不知道自己能变身，但她有一次在路边救人的时候，可能手就碰到开关了，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美女，而她这个见义勇为的举动正好还让路过的男主给撞见了。于是男主出于欣赏的角度就想邀女主去他公司当模特，因为女主变的这个形象非常符合男主公司的产品定位，再加上男主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所以说就一直盯着女主不放。而女主这边呢，一看男主这样穷追不舍，为了自己不露馅，她也只好继续骗下去。再加上女
女主对男主本身也有一定的偏见。一呢，是因为之前同学会的时候男主羞辱过她；二吧，是因为女主一直以为男主让她当模特是因为自己变化的长相好看。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呢，就是女主认为男主是一个外貌协会的，所以说女主也有一点戏耍男主的心理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男主那天根本就没有在意她的长相，而且男主眼睛也有病，所以说刺眼的东西他也看不清。不过这都是后话，因为女主这边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用一个谎来圆另一个谎，而男主这边呢被女主骗时间长了，他也发现有点不对劲儿了。反正就是女主这边为了不露馅累得跟孙子似的，而男主这边被女主骗的活的就跟个楚门似的。总之就是在俩人经历了一系列哭笑不得的剧情之后，共同揭开了手镯的秘密。应该说全剧大致来讲就是这么一个事儿。虽然说老车做视频的时候剧还没有更新完，但是老车也看完将近90%的剧情了。总之我用4个字来形容这剧呢，那就是拍的不错。可以说这部剧是我今年到目前为止唯一能看得下去的一个剧。当然这光说不练是假把式，咱们呢还是要按照4个方面来谈一下我对这部剧的评价。首先呢，咱们先说这剧的演技，真的不是我埋汰现在国内新生代的演员啊，现在善用原声、常用原声并且可塑性强的演员10个里头你都拽不出来仨，而且拽出来这3个里头有2个还是谭健次和李兰迪。虽然说李兰迪之前接的几个剧本都不咋地，但是也不妨碍人家演得好。不信你就看谭健次和李兰迪接的戏啊，无论是反派、正派、腹黑女、上班族，甚至包括喜剧，他俩也都能接。这就说明他俩的戏路宽，可塑性特别强，而台词好呢，也能给这个角色如虎添翼。当然，这是有的朋友就该说了，那原不原声有那么重要吗？哎，如果你要说到这个问题的话，那可太重要了。你想想，如果都用配音的话，那我请你当男女主跟请短剧的演员当男女主有啥区别呢？而且你对比那些影视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，无论是韩剧还是美剧，哪个用配音？说白了，泰剧它也不配呀。而且咱都不用扯什么国内国外，我就想问大伙一句，中戏、上戏、北影哪个表演系或者表演专业的班没有台词老师？如果说原声台词不重要的话，那就别教台词了，直接选美不就得了吗？到时候就是谁长得漂亮、长得帅谁就上呗。所以说这也是我认可这部剧的原因，因为这部剧不光男女主是原声，其他的主要演员也几乎都是原声，没有几个用配音的。而至于这剧第2个咱们要说的吧，就是这剧的剧情啊。首先来讲，它这部剧整体的结构还是比较紧凑的，老车大致可以归纳为5部分的剧情。首先第1部分就是苏淼篇，也就是女主第一个变的形象，而第2部分就是方锦篇，也是女主变的形象。第3个部分呢，就是女主的能力被识破。第4个部分就是男主唐琪面对自己的本心，也就是说和女主在一起了。至于最后的一个部分，就是揭开手镯和男主眼睛的秘密。当然我这里指的男主眼睛的秘密可不是说四色侍者啊，我指的是男主接触完女主之后为什么眼睛里会有色彩。应该说全剧就这最后一部分我没看着，因为他也没更新完，也就是说整部剧他也没加入太多的支线。而至于他为什么拍了30多集呢，那是因为加入了男二和女二的戏份，但是男二和女二这条感情线呢，他也不多余，可以说2条线都能克。哎，女主这边得手镯，女二这边得乌龟，而且女二和男二的人设也都比较讨喜，反正他俩都是那种标准的偶像剧路线，也就是说没有虐或者说让人不开心的地方。当然这些优点倒还是其次，最主要的是这种剧你感情线必须要拍的水到渠成。你算吧，这剧24集之后男女主才算是真正在一起，所以说前期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工业糖精。不过咱话又说回来，这剧还有一点需要注意，那就是你得看它结尾怎么解释手镯还有男主的眼睛。可以说这2个东西剧组要是解释不好的话，这剧就容易烂尾。而第3个方面呢，咱们就要说说这剧的制作了。应该说这剧的制作也没什么可说的，特效也比较简单，但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就证明了好的剧情不需要花里胡哨的特效。而且这剧呢也算是为国产剧开了一个头，那就是电视剧不一定非得拍什么古偶仙偶，你说你拍点现代的都市奇幻剧不也行吗？你看一方面题材也比较新，而另一方面呢还响应国家号召。为啥我这么说呢？你看近2年国内的人工智能、智能驾驶、机器人包括无人机，可以说发展的都特别快，所以你往都市奇幻的那个方向拍大有可为。说白了就算你拉赞助它也好拉呀。当然你要非说写不出原创剧本，那就当我没说。反正我是不相信有《三体》和《北京折叠》这样的作品在前面指引着大伙儿就写不出来。你看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滤镜不就是原创剧本吗？而至于最后咱们说的这部分吧，就是这剧的主旨了。应该这么说，好的偶像剧都有一以贯之的主旨，因为这种剧它不同于都市言情剧，它不需要给你上一些什么价值啊，或者说给你玩一些什么 emo。你看不信老车给你打一个比方啊，
就比如说韩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，它这里面的主旨就强调一个，那就是爱情的宿命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所有的安排都是命中注定的。哎，你苦苦寻找的那个人，也许就出现在你的身边。还有你比如说放羊的星星，它这里面的主旨说的是啥呢？就是真爱是可以跨越阶级和身份的，无论你是骗子还是富二代都无所谓。虽然说它这个主旨有点扯，但这偶像剧不就这样吗？哎，永远都是做一个正向的引导。而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滤镜呢，也有一个主旨，那就是如果你放下彼此的傲慢与偏见，你就会获得爱。不信你看男女主为啥相互看不上啊？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对彼此存在着偏见，从而在平时的时候表现的特别傲慢。而他俩后来为什么能在一起呢？就是了解完对方之后，发现全是自己的刻板印象。男主这边呢也不是颜狗，女主这边也不是啥也不是。所以说综上所述这几个方面，我愿意给这剧打8分。可以说不光这几个方面，就算是这里面的喜剧效果做的也是比较不错的。应该说他这种喜剧效果不同于周星驰的无厘头，也不同于沈腾的语言包袱，而是给男女主设置了大量的社死现场。说实话，有些地方我看了我都得捂脸，真事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男女主精神不正常呢。反正总而言之，这部剧是我今年主动推的第1部剧。真的，如果说这部剧都不好看的话，那今年3月份之前的国产剧也没什么可看的了。行了，咱们今天就侃到这儿吧。我是老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